大家好，我是大妈，感谢大家订阅大妈的多重宇宙，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今天继续读《今天》这本书，一共366个故事，每天一个故事，来自郝广才老师的精选，都是真人真事。好，今天是7月17号，标题是幸运发明。1960年，美国底特律的治安很糟，街头动不动就上演枪战。跟电影警匪片的画面没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很多警察真的挨枪子儿死了。有个人叫查理德·戴维斯，他原本在海军陆战队服役，退役后在底特律当披萨店的送货员。他的日子平平凡凡，不过为了自保，送披萨时也随身带枪，连一个普通的披萨送货员都带枪，可见治安有多差。1969年7月17日，一个很平常的夜晚，理查德像往常一样外出送披萨。他到达送货地点，发现是个废弃的工厂，有点不对劲。他认出来取披萨的3个人就是报纸上登的杀警察枪击犯。这时有个歹徒发现理查德的神情不对，便掏出枪来指着他。理查德经过陆战队的严格训练，而且刚退伍不久，本能反应，在第一时间拔枪还击，近距离连开3枪，3个人怎么也没想到会惹到这好家伙，还没来得及反应，就通通一枪毙命。理查德虽然逃过一劫，但自己也吓坏了。他想到警察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真的会随时送命，而当时的防弹衣非常笨重，不穿还好，穿上就动作迟缓，反而更容易受伤。理查德把家里的车库改成实验室，想要做出又安全又轻便的防弹衣。他开始收集材料，发现当时杜邦公司研发出一种材料叫开夫拉纤维，这种纤维又轻又薄又防火，而且可以吸收高强度的冲击力。杜邦公司会做原材料，但不知道拿这种材料做什么用，正好被理查德拿来做防弹背心。这种新式防弹背心可以穿在衣服内，人的动作完全不会受到影响，而且价格便宜。那防弹的效果呢？理查德每次展示他的发明，都亲自穿上防弹衣，自己对自己开枪，试验给大家看，所以产品更容易得到信任。他在1970年成立第2次机会公司，生产开夫拉纤维防弹背心。不止美国，全世界的警察都在用。穿上这种防弹背心后，在美国就有超过2000名警察因此保住了性命。人的际遇很难说，就像蜘蛛网一样错综复杂。最早的防弹衣是由一位美国芝加哥的神父发明，用4层蚕丝编织而成，又昂贵又笨重，效果有限，只能挡住黑色火药所激发的慢速子弹。1914年，奥地利费迪南德大公遭到行刺，当时他就穿着这种老式的防弹衣，但是刺客使用的是非黑色火药所激发的快速子弹。更要命的是，刺客那一枪打中费迪南德大公的脖子，那里什么防护也没有，这一枪打死了费迪南德大公，也引发了第1次世界大战。反过来看，理查德很走运，但可贵的是，他能珍惜好运，不仅成就自己的事业，也救了很多宝贵的生命。这是美国的现状把这拿来当了一个励志故事。但是可以想到，一个城市里头随时随地会发生枪战这种城市虽然它是每个人都可能成功，但是生活在这种城市当中，你的安全感哪里来？另外还有一个，这故事刚一开始说了理查德他因为意外由于自己的良好训练击杀了3名歹徒，由此想到自己这个可能身体反应迟钝之后怎么办，然后发现了开夫拉纤维，发明了这个防弹背心。但问题是，他击杀这3个人可以轻而易举的自证，不是防卫过当，而且没有任何后移的刑事或者民事的这个叫什么来着责任。这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所以很多故事，你只要是静下心来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很多很意外、很异常的这个叫发现吧。好，那我是大妈，感谢大家订阅大妈的多重宇宙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我们明天继续读故事。